有缘人，又见面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必然就有纷争。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不懂人情世故，就难免要多走很多弯路。今天给大家分享30条成人世界最扎心的潜规则，针针见血，字字珠玑。不管是工作、感情还是生活，读懂你就一定有所收获。老规矩，听前先点赞的人，你会越来越有钱。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圈子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层次。例如，在地摊上，哪怕是摆上珍古玩和名画，大家也只会觉得是假货。但如果在展览馆，哪怕是摆上破铜烂铁，大家也会觉得那是真艺术品。人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是个医生，大家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救死扶伤；如果你是个律师，大家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逻辑思维能力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98%以上的人都是经验主义和从众主义，判断一件事物的好坏，往往都是根据自己过往的经验和大众的说法来决定的。所以记住，一定要谨慎选择圈子。如果你整天和阿猫阿狗打交道，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一定是好吃懒做，不学无术。社会底层的逻辑依然是丛林法则。老实善良的人一定要更加拼命努力。虽然当今社会已经足够发达，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始终摆脱不了动物的劣质性，欺软怕硬，捧高踩低，占小便宜，互相侵犯边界感，潜意识觉得谁横谁说话。特别是在社会的底层或者不好的环境中，这种人会更多。所以记住，如果你是一个老实善良的人，请一定要拼命努力，可以在心里同情他们。但在生活中和工作上，一定要远离这些动物性非常犟的人。要想人缘好，只需记住只夸人，不批评人这条根本原则。时刻记住，夸人是不需要任何成本和投资的，也是最简单的与人拉近关系的方法。而批评人只会惹人生厌，甚至是记恨。尤其是对于和你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的很多人很多事，一定要学会看破不说破，时刻控制自己的表达欲和好为人师的心理。对于智者来说，哪怕有人说这个地球是方的，他们也不会去争论，因为你的批评和争论不但唤起不了他的任何改变，还会让旁观者觉得，你既然和傻子争论常识问题，那你也和对方一样傻。判断一个人是在欺负你还是自己太敏感的最快方法就是用那个人对你的方式回对他。例如，在职场中，如果一个人喜欢对你大呼小叫，经常用命令的语气叫你做这做那的，那么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对他。如果他不开心了，就说明他是在欺负你。这时候，就算他主观上觉得他没有欺负你，那也足够说明他在心理上和潜意识里轻视你，所以才不在乎你的感受。如果他没有任何反应，就说明你没有被欺负，是你自己敏感，或者对方在为人处事上不够妥帖。时刻记住，简单来说就是看对方是否双标。因为有很多人习惯了欺负别人，自己是感觉不到的，但那套要是放在他身上，他反应可大嘞。要想麻烦的事情少，一定要学会装傻充愣和藏拙。人际交往的3个高段位技巧：热情、大方、一问三不知。这甚至是某些工作的从业指南。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
时刻记住，不要逢人就说自己过得多好多幸福，也不要见人就说自己今年赚了多少钱。一是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关心，二是你如果说了，可能会刺痛那些过得不好人的心，甚至会引起他人的觊觎之心。六，不要管任何人的闲事，哪怕这个人是你的亲戚朋友也一样。谁的热闹都不要去凑，谁的夫妻关系不好都不要去插手，谁家的鸡毛蒜皮的事都不要去管，因为只要你管了，好事轮不到你，但坏事一定是你背锅。要是管好了，你依然是个局外人，他们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要是管不好，你有连带责任。谁叫你喜欢多管闲事呢？七，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吃了就没了；你的坏对别人来说就像一个疤痕，留下就永久在，这就是人性。年轻的时候，谁不是捧着一颗真心，希望换来真的感情？直到遍体鳞伤之后，才明白，成年人的关系，不是所有的掏心掏肺都能换来感激不尽。无条件的付出，受伤的只会是自己。俗话说，茶不过浓，饭不过饱。请记住，永远不要对一个人太好。八，这个世界真正希望你过得好的没有几个，大多数人只会偷偷看你的笑话。当你和周围人一样平庸的时候，大家还能成为朋友，而当你一朝得意，身边的朋友注定越来越少，因为你的成功会无形之中引发大部分人的痛苦。你拥有的越多，就会让他们越反感，嫌你穷，怕你富，恨你有，笑你无。大多数关系都是如此。九，长大后才发现，有时你说了真话，你还得和人家道歉，因为你戳穿了事实。所以想要活得顺畅，请时刻带上脑子。读书的时候，老师常教导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进入社会才知道，不是所有的真相都能全盘托出，不是所有的真话都能一吐为快。有时候你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语，会不小心戳痛了别人的自尊。有时候你不假思索的一番言论，会使和谐的气氛变得尴尬。实话实说，虽然坦荡，却可能带给别人伤害。保持沉默，看起来懦弱，却能维持彼此的体面。成年人的世界，有些话宁可烂到肚子里，也不要摆到台面上。这不是虚伪，而是一种情商。10，永远不要试图改变任何人，就算这个人是你的父母、伴侣。到最后你会发现，就算用尽自己的一生，你也改变不了任何人。很多时候，人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对身边人设置了太高的期许。做儿子的希望父母有钱开明，做丈夫的希望妻子知情识趣。于是我们费尽心力想要把对方改造成理想的样子，但到头来只会引发鸡飞狗跳的闹剧。你要明白，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难以改变的习惯和秉性。与其在别人的生活里指手画脚，不如先想办法改变自己。11，不要工作一有不顺心就想着辞职。世界没了你照样转，但你没了工作，连生活都成问题。每个人都会有对工作气急败坏的时候，也许是难缠的客户，也许是严苛的领导，也许是难处的同事。总有那么一两个人让我们厌倦不已，总有那么一两个瞬间让我们烦躁不堪。正如有句话说，
生活里80%的痛苦都来自上班，但如果不上班，就会有100%的痛苦来自没钱。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其实不是工作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工作。比起整日怨天尤人，动不动拿辞职说事，能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才是成年人该有的成熟。12. 职场只有功劳，没有苦劳。职场不相信眼泪，只相信价值。就算你拼死拼活为公司做事，每天加班到12点，甚至熬红了眼睛，可如果没有亮出成绩，一切都是白谈。因为别人只关心你有没有本事，拿出了什么结果。创造不出价值，老板不辞退你，就算你走运。13. 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就别放纵善变的情绪。职场最忌讳的一种人，本事不大，脾气不小，领导几句批评就立马破防，同事好心提醒就瞬间情绪失控，但是到头来一地鸡毛没法收拾，只能厚着脸皮让周围人看笑话。何炅说过，每个人都有负面情绪，能够不将负面情绪带给他人，才是真正的修养。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是你最大的加分项。14. 每个公司都有各种让你不满意的点，不要盲目觉得别人公司好，自己公司垃圾。人总是喜欢站在自己的风景里仰望别人，你拿着高薪，却又羡慕别人的轻松；你工作自由，却又羡慕别人的待遇。我们总是觉得自己的公司有诸多不好，觉得别人的工作顺风顺水。但就像民间那句老话，只看到别人吃肉香，看不见人家养猪难。别人的风光也可能只是表面的，别人的付出你未必能承受。所以与其羡慕别人的光鲜亮丽，不如沉下心做好手头的工作。当你把手头的事情做到极致，想要的待遇都不成问题。15. 学了20多年的对错，却发现现实只讲输赢。成年人的世界，很多事情根本没有对错，只有实力的强弱。以前我们也以为这世界讲究的是公平，但现实会在不经意间告诉你，弱肉强食才是这个社会的真相。所以想办法让自己变得强大，比什么都至关重要。16. 如果你是三无家庭出身，无资源、无眼界、无背景，那么周围的亲戚朋友的建议最好是不要听。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亲戚吗？他们时常爱指导别人怎么挑选伴侣，还经常自以为是地为你的生活提供建议。他们常挂在嘴边的就是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借以说明自己阅历的丰富。可实际上，他们的认知早就落后时代几十年。遇到这样好为人师的亲戚，尽量少按他们的意见行事，因为按照他们的规划，大概率会走上和他们一样的人生。17. 向上的通道必然艰辛，但向下的大门永远打开。在这个时代，普通人想要逆天改命着实不是一件易事。但你要明白，社会是一潭深不见底的水，每个人都要用尽全力才能不被水面没过脖子。勤劳上进不一定能让你发家致富，但懒惰成性一定会让你一夜返贫。不努力，生活随时会给你一巴掌，让你绝望到痛哭流涕。18. 运动健身，按时吃饭，坚持阅读。当你在人生任何阶段感到迷茫时，做这些总没错。时代的红尘滚滚向前，普通人如蚂蚁般被裹挟其中。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有彷徨无措的时候，
都有迷茫不安的时候。当你看不清方向在哪里，不妨沉下心来把眼前的生活过好。没事早点睡，有空多读书，闲时多运动。坚持1年，就算你还是没有目标，也能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充实的脑袋。而这些足以让你超越80%的同龄人。19，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的只有几步。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好几个岔路口。高中选择专业，大学决定工作，毕业后挑选伴侣。人生的路没有标准答案，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摸索。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选择，那么反过来，真正能伤害你的也是一样，自己的选择。20，凡是让你爽的东西，最终都会让你痛苦；凡是让你痛苦的，最终都会让你有所成就。那些低级快乐，比如短视频、网络游戏，都会让你立马产生爽感，但这样的爽感只会拉扯着你的人生不断下沉。相反，长时间的学习是痛苦的，专心致志的工作是痛苦的，但只要你坚持下来，命运就会在悄无声息间发生转变。这世上没有唾手可得的成功，所有的蜕变都是以痛苦为代价的。21，懂这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是因为人生懂道理的门槛很低，但是按照道理去做很难。人生最大的难题是无法跨越知道和做到之间的巨大鸿沟。知道自己胖，但还是胡吃海喝；知道自己懒，但还是松懈散漫。有句话说，骗自己很容易，哄自己很容易，面对自己很困难。你只有真的看清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发生改变，生活才能随之改变。22，认清生活真相，还依然热爱生活，就是真正的英雄主义。社会很残酷，改变很痛苦。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生活呢？罗兰说，这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看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人生最大的意义是熬过眼前的苟且，扛住生活的暴击，在困难中不断超越自己。当你穿越风雨，定能迎来更新更好的明天。23，要给别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梁实秋在《人生不过如此》中写道，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人际交往的名利场，我们总有需要帮助之时，也有伸以援手之时。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不要无所顾忌，胡乱应承。学会量力而行，才能更好地帮人帮己。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总有限度，一味地打肿脸充胖子，掏空自己满足别人，到最后只会扰乱自己的生活。就像古语所说，力微修负重，言轻莫劝人。真正的帮助从不是逞强硬撑，而是以己之力尽己所能。记住，千万别为了一时面子拖累他人，也别让不好意思伤到自己。分得清什么忙能帮，什么忙不能帮，才是对彼此最好的帮助。24，不懂的时候保持沉默，会让你显得比较聪明。我们天天说话，不见得会说话。许多人说了一辈子话，却莫说好过几句话。所谓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很多时候，真正的会说话，从不是长篇大论，
而是懂得在适当时候保持沉默。总有一些话不能对外人说，总有一些事只能藏于内心深处。不懂的时候不乱说，不明的时候不瞎说。真正聪明的人从不会给自己找麻烦，他们更愿意做恰当的事，说合适的话，是对他人的基本尊重，也让自己进退有度。而一个懂得适时沉默的人，才是他最高级的处事法则。25，不要人家把你当提款机，你把人家当知己。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于很多人来说，交往有利可图是首位，关系则是锦上添花。别在该谈利益的时候谈感情，因为无论社会还是人情，利益都是关系的基础。因为无论在深厚的感情，在个人利益面前都不值一提。有句话说，人脉的基础是学会资源置换。想要得到他人助力，首先要做的不是打感情牌，而是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价值。也只有看清了人际交往的本质，才能懂得利用人性，实现价值交换。26，每个人成长环境、价值观不一样，所以不要以己度人，哪怕在你这里不算很重要的事情。叔本华曾说，阻碍人们发现真理障碍的，并不是事物的虚幻假象，也不是人们推理能力的缺陷，而是他们此前积累的偏见。生活中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常常以己度人，判断他人真假，以一己私欲为他人盖棺定论。可世界这么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如若无法做到换位思考，至少不让自己成为人云亦云的片面之客。知人不评人，知事不声张。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事实，我们以为的事实也不一定是真相。不知全貌，不予置评。也许我们无法对他人感同身受，却能多一点耐心，等待真相。也许我们不曾经历过他人苦难，却能做到不妄加评论。27，让人闭嘴的往往不是道理，而是身份或者地位。有句话说，无论做什么事，先要自己有能力，做出成绩后才有底气，说出的话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这世界永远都是能力决定实力，实力决定社会地位。实力越强，得到的尊重就越多，也更有资格和权利提携他人，警醒身边人。你要知道，人性都是慕强的，只有让自己变成实力派，说话才会有分量，才会有更多人把我们当回事。28，被拒绝的时候，就想想别人凭什么要帮你。生活中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遇事从不懂得自己解决，总想求助他人渡过难关。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没有谁有义务一定要去帮你。有句话说，人生没有理所当然的情，也没有天经地义的爱。人这辈子遇到一个真心帮你的人不容易，所以千万不要辜负任何帮助过你的人。你要知道，别人帮你不是因为欠你。想要度过每次难关，归根结底，你能靠的只有自己。29，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努力，但人与人之间不行。凡事走不到最后，从一开始就不是同路人。吸引力法则中说，你是怎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和能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很多你以为的意外之喜，其实都是命中注定。就像曾以为会在一起很久的人，
有一天突然就分道扬镳。曾以为毫无交集的两个人，却会在某个时刻长久陪伴。频率不同的人，再喜欢也无法长久携手。只有频率相同，才能相聚一生。正如那句话中所说，步伐一致的人，既有前程可奔赴，也有岁月可回头。30，人情世故就是让别人爽，让对方觉得你值得信赖。只要他爽了一次，就会想第二次。洞明世事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与人相处，想要别人善待自己，首先要让他人感到舒服。一句体贴的话，一个细微的动作，一份适当的包容，一种无声的尊重。说到底，让他人舒服，就是将对方放在心上。换位思考，顾及他人情绪，既不会给对方难堪，也不会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有句话说，你让他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能抵达的高度。当一个人将舒服待人当成一种本能，便能在社交场中游刃有余。有缘人，感谢你听到这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以上30则，既是社会真谛，也是现实真理。愿朋友们都能从中受益，在漫漫余生中，不断精进自己，活出更圆满的人生。如果你感受到了收获，请订阅这个频道，我会持续为你分享和传递智慧。如果你有所感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心得。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